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IK。2年前呢，我买了一辆我爆喜欢的车啊，理想 L7 Max。那辆车呢，在当时满足了我对于一辆新势力汽车的几乎所有需求：舒适、安静、智能化、优秀。如果说理想 ONE 帮我构建了对于新势力汽车的初步印象，那理想 L7 则是把我对于汽车的大部分畅想都变成了现实。2年时间过去了，更强的辅助驾驶，更优秀的智能座舱。除此之外，作为把增程带入大众视野的理想，也在推动增程再往一个新的趋势发展，就是大电池、大油箱。早时的理想 ONE 电池容量只有40度，油箱是45升。虽然解决了续航焦虑啊，但电驱体验始终有限。那到了初代的理想 L7时呢，电池已经提升到了42.8千瓦时，油箱也加大到了65升，纯电续航能稳定覆盖大部分城市通勤的场景。而到了我身后最新的理想 L7 Ultra， 电池容量已经达到了52.3度，满电表显续航已经来到了240公里。当电池达到了这个容量，就会改变你市区的用车场景。接下来我们会以过去1周的实际体验来告诉大家大电池增程到底有多爽。在正式开始之前呢，先问各位一个问题哈，就是各位每天从家到公司的通勤距离是多少呢？根据中国城市规划学会2023年的数据，中国超大城市的平均通勤距离为9.5公里。然后呢，我又在我司内部调研了一下啊，最后我选择了3个情况。第一个是距离公司非常近的后期小伙伴，他的公寓距离公司只有3.5公里左右。第二个是很接近大城市平均通勤距离的小伙伴，他的公寓离公司大概是8公里多。那第3个就是我自己，我每天上下班的路程来回要50多公里。我们3个会通过1周的实际体验，来看看零油的理想 L7 Ultra 在1周3种不同的路况下，能否满足超大城市每天单程9.5公里的平均通勤距离要求。早上回仁和梦中心。今天到我开了，表显还有144公里，离家31公里，又开上了我的新老伙计啊，理想 L7。 Later that same evening， 泊车已完成。OK， 兄弟们，我开理想 L7 到家了，一共行驶了31.7公里啊，然后现在剩余电量还剩113公里。然后呢，这辆车开起来呢还是老味道，还是很明显的理想味儿，整个内饰也是没什么大改变。不过有一点值得一提啊，就是辅助驾驶，因为这是7.5版本，比以前好太多了。基本上除了特别复杂的路段，它都能处理，而且处理的整体还真的很不错。应该是行业第一梯队的水准啊！这个反正这段路体验是没什么大毛病，行吧？我打开哨兵模式，然后今天就到这儿。那这次测试啊，实际总里程为116.4公里。因为我们打开了哨兵模式，所以驻车消耗总里程为54公里，平均下来单程是11.6公里，加上剩余旅程的56公里呢，这个表现肯定能满足大部分人1周的通勤需求了。那通勤没问题，今天我又把车开到了充电站，现在呢是95%的电量，表显续航是220多公里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把车开去惠州啊，来回160多公里，然后看看这辆车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扛下来，依旧是几乎满电加零油的配置。Much later， 折腾了1天哈，现在已经5点多了。能够看到这儿，自上次充电，这辆车行驶了173公里，然后现在表显还剩35公里，加在一起呢，接近210公里，达成率还是挺高的哈。而且今天很多时候都是这个高速工况，所以说有大电池的这个增程车确实是爽哈。周一到周五你基本上不用担心充电，然后你周六天想短途旅游了，你只要充一次电，像这种来回180公里左右的路程，也能够完完全全的没有任何续航焦虑。那如果你真的要走一个大长途的话，你把油箱用上嘛，是吧？我们现在是零油哈。底盘方面，说实话带给我的感受不是说特别深，因为我对于整个空悬的需求不是特别高。虽然 L7 会做得更舒服、更舒适，但我会更喜欢 L6 的机械悬挂出来的操控。L6 开起来会更加紧致、更加灵动一点。52.3度的大电池相比 L6 30几度肯定会更大的，这样的话你充满一次电可以跑更远的纯电续航里程。单独把它放倒。
这样的话，你在吃一些大件进来的时候会非常方便。这个设计我觉得非常好，其他车上也很少见。它相当于说，你可以把它放来当扶手用，也可以把它放倒。你中间两边坐2个人，中间还可以支件大物，比如支个滑雪板什么就很方便。这个设计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用的一个点。L7 给我的驾驶感觉呢还是不错的，纯电的续航也是挺扎实的。这个开起来啊，底盘厚实又稳，让人开起来很有信心。魔毯悬架在过一些坑洼路面的时候，身体也不会有太大的感觉。再加上整车的这个音响效果，舒适感直接拉满。那做完了这次的纯电挑战呢，视频的结尾分享一个我最近几年的感受吧，就是我还记得我在买理想ONE的那个时候，增程呢被很多人称之为脱裤子放屁的技术，不少人说这个增程它既没有纯电的低成本，又没有燃油车的纯粹。这种论调呢，属于输出了情绪，放大了矛盾，但唯独没有尊重实际的用户需求。因为如果把视野拉高一些，其实油和电从来就不是敌人。新势力的新也从来就不仅仅局限于补能方式，电驱它能带来更顺滑、更安静的驾驶感受，电池能让日常的用车成本变得更低，而燃油本身呢，又能够保证最快的补能方式。也许在理想ONE那个时候，三者结合的优势只是初见端倪，但当大电池、大油箱的增程真正普及以后，这个对于消费者最友好的答案才最终浮现出水面。理想 L7 Ultra 能保证你在1周的市区通行，也能让你在周6日来一个小短途，也能让你在逢年过节的高峰期无需等待充电桩。对于汽车行业来说，大电池、大油箱不是妥协，而是一种务实与人性的选择。真正的新不是形式的颠覆，而是把复杂留给技术，把从容留给用户。OK， 那本期视频的讲内容就是这么多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请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我是 AK， 我们下期视频见，祝个好运，拜拜。